啊，这个弟子也化身走动，也有诸多隐情，还请前辈勿怪。我本打定主意，若你出来之时还是那般老者模样，便直接将你扔出岛外。说笑罢了。此前道友助我兄妹，这次我以护官偿还道友人情，今后咱们也算因果两清了。李长寿的心底顿时明白了云霄仙子之意，虽然有少许的郁闷，但也知道这是好事。李长寿忙道：前辈言重了，弟子还要多谢前辈为弟子守关。无事。大法师当日临走前曾经叮嘱，让我们三姐妹不要外传有关你的事，免得为你惹来麻烦。你如今为天庭奔波，与西方不断交手，倒也颇为不易。此事我已应允了下来，也叮嘱了两位妹妹，你不必担心。自家大法师果然够贴心，贴心老 baby。既然如此，晚辈便告辞了。李长寿又做了一个道揖，再次感谢云霄仙子为自己护关。云霄坦然地受了这一礼。当下李长寿驾云转身，朝着岛外飞去。本来还想问一问云霄仙子能不能看出自己的境界，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语境，也只能作罢。道友。云霄仙子突然一声轻唤，李长寿立刻转过身来，略微躬身，执弟子之礼，请前辈吩咐。若你无事，也可来三仙岛小坐。大法师对你的才智赞不绝口，我也想与道友论道一二，不知是否会有所启发。李长寿的心底顿时有些纳闷，但是立刻笑着回答下次一定。与李长寿再次告别，转身朝海面遁去。这里并非是三仙岛，但是离这三仙岛应该不远。李长寿施展风遁，身形随风飘摇，转眼便已经是飞出去数千里，朝着南州俗世而去。绕路只是为了避开海族与龙族开战的战区，免得遇到什么麻烦。李长寿的心底总是有诸多不解。刚刚告别时，云霄仙子突然喊住自己，这明显不符合云霄仙子的脾性啊。他不想沾染因果，也知因果之害，这一次为了自己护关，算是还上了此前的人情，两个人就此了断因果，这在李长寿看来完全合理。但是最后为何又突然喊住自己，给了自己可以随时出入三仙岛的由头呢？这般邀请可不是小事啊，三仙岛也不是一个小小的金仙就能随时去的。哎呀，莫非是有什么算计？李长寿的心中一阵思索，并尝试站在云霄的角度去分析考虑，但是得出来的结论要么就是不合逻辑，要么就是不合情合理。罢了，今后且看吧。这般高人行事，自有他的道理。李长寿飞出了3万里，立刻找了一个小岛躲藏起来，检查身上的宝囊，部分宝囊在天劫之中损毁，但好在都有备用。这半天的时间，李长寿做了3件事。首先是给自己易容化妆，真身藏入了指道人体内，稍后便凭此回返渡仙门。而后便是用神念与敖乙交流一番，问询自己闭关时四海的变化，并对敖乙提起天庭封赏的那批神位，让敖乙提前通知龙族一声，请龙族确定备选的龙。陛下给的旨意应该快拧好了，自己稍后回返渡仙门，就用指道人去拜见玉帝陛下，并去通明殿看看。第3件事，李长寿主动联系了师妹，他担心自己外出10多年，灵娥急于求成，过早去升仙渡劫。但是李长寿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开启了灵娥身旁带着的指道人，听到的却是砰！哈哈，糊了，本师叔又赢了！小琼峰刚刚翻修过的皇家棋牌室中，灵娥、九九、江灵儿、熊灵力正笑语不断，不务正业，丝毫没有什么担心担忧的氛围。李长寿满脸的黑线，如果不是灵娥的修为境界已经是归到7境，跟李长寿预料的差不多，
他当真就要直接跳出来，对灵娥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说服教育了。久久师叔稳稳地迈入了天仙境，成为了小琼峰高级吃货团之中，修为境界仅次于江林二小师族的成员。李长寿趁着他们洗牌，对灵娥传声道了一句：我回来了，有无事不必担心。灵娥妙目睁大，下意识地站起身来，激动之余带翻了身后的椅子，又抬手掩住樱唇，转过身来来回地搜寻李长寿的身影。李长寿道：还在路上，我要暴露了，继续玩耍吧。九九也纳闷，灵娥你怎么了？输到灵石不够了吗？哎呀，师叔给你一些就好了，别哭了。没什么。灵娥迅速镇定了下来，埋怨一声：师兄这次真是的，一闭关就是这么久，刚才我都出现幻听，还以为他在喊我呢。九九嘿嘿笑了一声，挤眉弄眼的道了句：可是想他想得紧了。灵娥脸蛋儿泛红，却是轻轻颔首，了一声，大大方方的认了下来，让九九反倒没有办法继续打趣了。江灵儿一边摸牌一边安慰道：成仙之后闭关自是会稍久一些，炼气士的道侣总不可能如俗世夫妇那般没日没夜的腻在一起。熊灵丽在旁边重重的点头：而且俗世的夫妇每到晚上都要把自己的孩子打昏呢，跟山中道侣可不一样了。九九和江灵儿闻言顿时笑出声来，反倒是灵娥眨眨眼，一脸茫然。李长寿在旁边听了一阵，心情也舒畅了许多，收敛仙识，关闭指道人，心神回归本体。先回去吧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记起一只指道人，先控制着这一只指道人，小心翼翼地出了荒岛。这只指道人的外形是一个妙龄少女，施展水遁赶往西北方向，这让暗中盯着此地的某对姐妹花齐齐地歪了一下头。是他吗？这是化身，肯定就是那些纸人，他本体应该就藏在这纸人中。上，我们去前路等他。缚龙锁拿了吗？拿了。记得稍后一定要全力出手，这家伙滑溜得很，一不小心就直接溜了。常言道，人在海边走，哪儿有不失足。只是李长寿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前脚刚跟云霄仙子告别，后脚就被碧霄和琼霄给绑了，带回了此前藏身的荒岛。荒岛边缘，一条游鱼甩了甩尾巴，混在了鱼群之中，朝着远处缓缓游去。岛上就听咔嚓两声，明晃晃的金蛟剪在那被困缚的少女面前晃了晃。这指道人苦笑了一声，自行燃起火焰，又在火焰之中飞出了一缕青烟，凝成了李长寿的身形。他刚现身，就被那一根金光闪闪的灵宝绳索给捆住了身形。看着左右这两位道门前辈截教高手，李长寿当真是有些疑惑不解。他实在是不知道这俩这俩可爱的仙子在搞什么架势。一身罗裙的琼霄眯眼轻笑，仙指捏着他自己那光滑的下巴，似乎在盘算该如何折腾李长寿。身着一身浅蓝短裙的碧霄却是蹲在李长寿自然的指道人旁，看着只剩下那一小撮灰烬，眼底满是惊奇。纸人套纸人，纸人何其多，这一幕他见过。琼霄抬手布置了几层结界阵法，李长寿静静地站在沙滩上，等待两位大佬开口。你琼霄清了清嗓子，背着手走到李长寿的身周，围着他转了2圈。海神李长寿，天教弟子，天庭重臣，对吗？李长寿缓缓点头，温声笑道：前辈可有何指教？琼霄抬头挺胸，淡然道：今天请你过来，也并不是想为难你。呵呵，这都给我直接捆上了，还不是为难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个绳子应该是后天灵宝吧？
还是很极品的那种。我会简单问你几十个问题，若你如实回答，我自会放你离开，还会给你几件宝物，算作对你修成金仙道果的贺礼。琼霄哼了一声，小手伸向一旁，碧霄立刻扔过来一颗浅绿色的宝珠。琼霄又道：这是真言宝珠，自可分辨你话语真假，若你敢说假话，小心我金交浅无情。哎呦，大姐呀，您这故意凶巴巴的模样，就差把这颗宝珠就是吓人的写在脸上了。正常的逻辑，如果真的有这种宝珠，不应该是放在袖中偷偷来用，以此判断自己话语的真假吗？这般直接说出来可还行？李长寿轻笑道：啊，前辈尽管发问。你是男子？是。你修道至今不足500年？不错。玄都师兄命你拿下我姐姐？无稽之谈。琼霄刚要继续发问，李长寿却是皱眉凝视着他，抢先道：前辈，这般玩笑有些过分了，这若是传出去，晚辈的名声无所谓，但是云霄前辈的名声如何？洪荒谁人不知，截教3仙子之中，云霄仙子冰清玉洁，琼霄仙子聪慧灵秀，碧霄仙子敏锐机智，这般话语可是万万不能说出去的。琼霄轻轻眨了眨眼，哼了一声：哼，任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也无法迷惑本前辈的道心。话虽如此，嘴角却是不自觉地微微扬起。一旁的碧霄也站了过来，与琼霄一左一右，两姐妹齐齐抱着胳膊，开始新一轮的盘问。李长寿心底无愧，每次回答都是不假思索，那真言宝珠就如同摆设一样，毫无异样。不多时，李长寿也搞明白为何这2位仙子会绑住自己了，这是担心自己故意接近云霄仙子，怕这是人教的算计，觉得自家大姐久居闭关，不问世事，太过单纯，从而着了算计。出发点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这个方式可以很三消。李长寿对此有些无力吐槽，从他这个外人的角度来看，云霄仙子的稳重度比这2位妹妹加起来还要多个几百倍。但是既然琼碧仙子找上门来了，李长寿刚好趁机算计，让这2位帮自己保守跟脚的秘密。问答之中，李长寿充分地发挥了语言的艺术，不着痕迹地占据了问答的主动权，表面恭维，暗中引导，只不过片刻就让琼霄和碧霄一阵轻吟，问无可问。琼霄秀眉轻皱，照这么说，是我们误会你了？这也是晚辈不小心引起了前辈误会。前辈，可是能给晚辈松绑了？松绑？琼霄挑了挑眉角，将手中的宝珠托起。海神呀海神，任你计谋过人，还是中了我算计。你怕不是以为这宝珠只是我吓你的？李长寿沉吟2声，不是吗？哼！琼霄手指轻捻，宝珠之上冒出了璀璨的白光，其内却是冒出了一句对话声，那是琼霄的第24问。问你对我姐可有非分之想？李长寿答得很果断，回答没有。这宝珠随之轻轻震颤，光芒顿时明亮了几分。你说谎了。琼霄得意的一笑，这一阵可算是我赢了。我之前可是说了的，你若有半句谎言，就……言说中，琼霄拿出了金交剪，在李长寿的面前晃来晃去，咔嚓作响。这个李长寿也并未慌乱，晚辈还能如何回答？难不成要说对云霄前辈有非分之想？晚辈斗胆问前辈一句，假若前辈是男子，可否会有这般念想？不会。李长寿也是有些措手不及。碧霄与琼霄一阵摇头，琼霄啧啧一笑，叹道：我家姐姐看着温婉，其实特唠叨，而且什么事儿都管着我们。
还怕这怕那。就是，碧霄在旁边加了一句：姐姐凶起来可厉害了，没看到我们大哥都吓成什么样啦。而且姐姐常年闭关，无趣得很，闭关出关后还要考我们修行的道理，答不上来就会进我们族几万年不能出去的那种。姐姐喝醉还爱跳舞，舞姿，咦，不好说。哎，怎么有一种拷问大会变成吐槽专场的趋势？两位前辈，这些话还是尽量闷在心里比较好。云霄前辈也是担心你们。琼霄嘴角一撇，收起金蛟剑，背着手走了2步，又道：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今日绑你前来也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试试你心意如何。你呢，跟脚勉强凑合，也是大师伯器重的人教门人，可惜你还不是圣人弟子。不过嘛，老君传你丹道，玄都师兄为你护法，也算很不错啦。跟脚一关，算你过啦。就是你去那天庭做甚，给旁人当臣子，未免有些折了心气。而且刚才问了你49个问题，你只是有疑问回答的有些口是心非，其他倒是如实作答，在我这儿勉强算你过关了。现在你的问题就是修为太弱了些。不求你半只脚迈入圣境，最起码也该尽快修成大罗吧。最少也应有几件厉害点的宝物，这样才能护我们姐姐周全。聘礼也不能少了。前辈，两位前辈。李长寿当真是有些头大，晚辈冒昧地问一句，两位前辈应是出三仙岛有一阵了吧？不错。此前云霄前辈可是要让两位在岛上待着，不要胡乱走动。